他觉得要组装出一把3模 RGB 热插拔，声音好听 HiFi 的全铝合金键盘，至少要花多少钱？由于这几年来键盘内卷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的进行，所以相对而言，比起买成品键盘，自己组装键盘呢可以说是没有那么有性价比。直到呢我今天入手了这把来自维卡 Lucky 65 V2 这把键盘呢，说实在，这就再次刷新我对这种量产平价铝合金套件的上限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呢，我们就来尝试看看，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用最低的成本，看看能打造出一把怎么样的机械键盘。所以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来看看这次的成果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最近键盘买的太多，买到没有钱，快被鬼抓走的Joe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。不知道大家对于低价键盘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公模的设计、低廉的品质、糟糕的结构，在刚才转场中所呈现出来的键盘，当我组出来那一刹那，我甚至本人都感到一点的惊讶，因为这把键盘乍看之下真的有那种客制化键盘的高级感。但是呢，我在这边可以告诉各位，我组出这把键盘只花了我1500块台币，而且呢，这把键盘并不是只是能用而已，它有3模，就是有线、蓝牙跟 2.4G，RGB 热插拔也是一点都没有少。真的让我感到非常的夸张，所以现在呢，就让我们好好来看一下这把键盘。这把 Lucky 65 V2 是他们家推出的第3把量产铝合金65配列套件。他们第一把呢就是赫赫有名的 Sugar 65，再来就是他们 Lucky 65 V1。当时呢，我对那把键盘的评价就是缩小版的775。从这评价呢，其实不难看出我对 V1 的版本可以说是非常的赞赏。而现在他们推出 V2 的版本，可以说是又有肉眼可见的进步。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把键盘的外观。这个配列呢，还是最常见的 65% 配列，带有小门牙的键盘本身外形跟 V1 没有什么太大差异。我手中的版本是阳极银的上色，键盘四周呢都有看到这个小小的倒角，并且在键盘上盖1/2左右的位置切了一个比较大的倒角。这个处理呢可以让键盘在灯光下能更有层次感。然后键盘呢依然是采用天包地的结构，然后背面呢依然是一个 Type C 的出口。说实话，这是键盘正面的设计可以说是完全没有。不过呢，当你把键盘翻面过来的时候呢，就别有洞天了。关于这个背面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在 V1 的版本呢，他们明显就是借鉴了 Rennie 与75，而他们这次呢也是更上一层楼，完完全全也是 follow Crush 80的节奏。是这种裂纹的装饰板，中间附上这个4叶幸运草的名牌，同时呢也是2.4G 接收器的收纳槽。我只能说呢，维卡还是那个维卡，我的超人。不过呢，我要说的是，他们打造出来的背面外观还真不赖啊！这个带有金属质感的阳极氧化，配上这种深邃黑的这个裂纹配重，真的有一分那种客制化键盘的味道。这个套件价格呢，在淘宝上是239人民币，换成台币不含运费的话，大概是1100块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在大概2年前呢，这个价钱我只能买得到单模的塑胶套件。不过呢，受限于成本，这表面的阳极氧化在部分区还是有小小的瑕疵。不过好在呢，这次我入手是阳极银，真的也看不太出来，就像银色的车不怕刮一样。再来，唯一可以挑剔的是，就是背面这个名牌，它公差呢没有控制的太好，周围的缝隙其实有点大。仔细看的话，还是可以看到下面磁吸的螺丝。它的电源开关呢是藏在这个 Tab 键齿下面，必须用拔键器才有办法开关这个电池。我使用的键帽呢是这种拆机键帽，就是从别把键盘拆下来的。配合这次颜色呢，我使用的是 Infi 100的拆机键帽。如果大家有看我上一部影片的话，那个换下来键帽呢就被我放在这把套件上。这个键帽呢是这种 PPT 双色注塑的，会出现在量产键盘上的这种便宜键帽。通常呢，你可以在二手市场以100多块价格买到这一套。虽然说你仔细看的话，这个键帽其实不太高级，细节处呢也有不少的瑕疵，但是如果你只是要使用的话，这种键帽呢也是完全够用。然后这次的轴体呢，我也是使用便宜的赫本轴，是一个轻压力提前处理的线性声优轴。它声音呢非常集中响亮。价格呢换成台币的话，大概1颗4块钱。所以呢，整把键盘算下来，套件1100块，轴体300，键帽100，所组装出来的呢，就是这把1500块的机械键盘。我只能说，在这种极限压力成本的情况下，能组装出这样的键盘，可说是之前的我完全无法想象的。而且呢，我刚才忘了说，这次 V2 最大的升级就是新增了这个快拆的碰珠结构，就是说你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，就可以把这把键盘完全的拆开来，你只要轻轻的搬动上盖，就可以瞬间这样上下盖分离，方便呢你进行换轴跟换键帽，甚至呢你要更新内部的各种声音猫的棉类，也可以非常快速的达成。而且呢这快拆松紧度也是非常的好，好拆之外呢也是非常的稳定，即使呢你单手双手拿来拿去摇来摇去，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他们家键盘从 Sugar 65开始都保持一贯的优秀水准，所以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演示的就是键盘拆解的部分，来带大家看一下这键盘内部构造，并且呢我也要对这把键盘内部的棉类进行稍微的调整。所以现在呢让我们从外到里来看看这把键盘的内部结构吧。开始。好，现在呢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键盘拆解。这把键盘的控制快拆呢也是非常的不错。
很好拆，先拆上缘再拆下缘，就可以分离我们上下盖。这把键盘呢，其实本身做工还不错啦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把在那个螺丝孔的部分呢有明显的生锈。不过好在是内部呢，其实我也不是太介意这样子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内部结构是这种 PCB 板环 gasket， 可以达到消音减震的效果。不过由于内部的棉填的比较满的缘故，所以按压的时候呢，内胆不会有太明显的下沉。我们接下来拿开我们内胆，背面的这个连接线。好，我们先来 clean 我们内胆。单键开槽 PCB 下灯位 ，PT 声优垫 ，IXP 的轴下垫，以及这个类 Poron 的夹心棉，配上这 FR4单键开槽定位板，打起来呢非常有弹性，声音呢也是标准那种麻将音。然后这个沉浸的定位板，在观感上呢也是有点高级感的。再来是我们底壳，这个 EPDM 的轴座棉，是他们家声音键盘好听的一个秘诀。这个 IXP 的底棉，这个键盘内部可说是真的填好填满。这个底部呢，很明显为了成本选择这种型材的加工，底部呢也是蛮薄的，内部空间也不是太多，所以整个键盘整体上来说还是偏轻的。看到这键线分离的小板，如果你把这几个螺丝卸下来的话呢，就可以把我们的背部的装饰板取下来。虽然说呢不是什么高级的设计，但是让键盘整体背部的外形多了一些美感。然后键盘电池呢就固定在背部的，是一块3750毫安的锂电池。好，到这样键盘基本上就拆解完毕了。我只能说，在极致压缩成本的情况下，虽然说没什么特别的设计，不过做工跟品质也完全没有被牺牲掉。比起之前的 V1 版本，可以说是又有明显的进步。特别是多了这个碰珠的快拆，真的让我这种键盘 YouTuber 在拍片改装上也可以更加的方便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把它组回去。然后关于这些棉类的选择呢，我会组出来2个配置，一种是拿到所有棉的无棉，再来呢就是我一贯拿掉的这个 EPDM 底棉，目的是呢能让声音更加响亮，并且在增加按压时的键盘内胆下键的空间。所以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来对于这把键盘进行这个微改造吧。开始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把键盘，来自维卡 Leaky 65V2。我对维卡这个品牌呢，怎么说呢？做工、质感、键盘表现都是相当不错的，只是在设计方面呢，都不太有自己的想法，这样的对。这件的意味稍微明显了一点。这把键盘呢，依然是他们家相当不错的一个佳作，在65% 的配列上，在做工品质又提升了一个 level。这个阳极氧化的质感以及背面的这个裂纹的冰晶配重，我都觉得比语气5好了一些。我就把它称之为缩小版的 Crush 80，好像也不太为过。然后在声音手感方面呢，还是一贯的优秀，跟他们家其他键盘比，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，都是非常成熟内胆结构所呈现出来的声音。比起之前版本呢，改善它无线连接的一些状况，并且最重要的是多了碰触快拆的这个设计，可以让你在拆装键盘的时候能够少了很多步骤。然后这快拆的品质性跟稳定性都非常的好，配上我这些评价好听的赫本轴，以及这英菲100的拆机键帽，在1500块的价位，连我自己都感到非常的惊讶，甚至有那么一点客制化键盘的味道。不过呢，也碍于这个成本，有些小小的瑕疵呢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包括表面的阳极，以及一些公差的掌控上，还是有蛮多不完美的地方。不过呢，对于我这种常常要键盘携带来携带去，便宜好用才是最大的考量，并且呢，背部设计还真的有点好看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对这把键盘所有的介绍了。我只能说，在有限的预算下，维卡缴出了一张真的相当不俗的成绩单，搭配适合轴体跟键帽，一样可以玩出客制化的感觉。我只能说，现在玩键盘的成本真的可以说是越来越亲民了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每次煮出一把键盘都让自己非常开心的Joe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